帅。这不是上次不请自来又不请自走的那位大叔吗？不靠谱。这个不靠谱的大叔是我们公司的实力干将 ，PAT 的 ECD 张红星。你好。这次来干什么呀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这次来主要就是作为乙方，我们想要了解甲方对于这个游乐场的想法跟意见啊。既然您是主要的负责人，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来跟您聊一聊。这个俱乐部啊，是我的心血。既然都来了，那就玩一块再走吧。所以只要我们过关了，你就愿意跟我们聊你的想法？一言为定。二位大叔，这就是我目前经营的项目——密室逃脱。这一间是我专门从欧洲请人设计的。二位大叔要是能在60分钟的时间内逃出密室，就算你们赢。请吧。这里就是我们密室的第一关。我们密室的每一个房间都有密码，你们需要一一破解。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哦。到了最后一个房间，你们需要3位阿拉伯数字的密码，才可以走出去。这个游戏没有规则，规则就是你们要出去。拿，送给你了，大叔。祝你们好运。密室逃脱啊，顾名思义就是从这个密室里面逃出去。用你说啊，每个房间都会有线索的，开始找吧。大侠，叫上所有人喝咖啡去。那他们俩怎么办啊？把门锁上，90分钟之后再回来吧。好嘞。不够啊这个。哎，这肯定是拼图，拼完之后应该是这个。如果能够知道少了哪几块，说不定是个有用的线索，带着吧。好，这也太难了吧这个。哦，啊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哎，我们创意部常常进行一些头脑风暴啊，你要没事的话可以来参加。什么意思？有没有英语、数学、语文的课本啊？英语、数学、语文。叉，我们得找叉。叉就是错了。叉，这是叉，叉也是罗马数字的10啊。叉，拼成一个叉，画一个叉。
换个茶，茶。哎呀，不算难啊，太简单了这个也。不，哎呀，这是，你先拼拼图啊，告诉我还要切多少块。哎呀，老板，这俩大叔什么来头啊？咱们还专门停业招呼他们。这两个就是来打探敌情的。既然我大门开了，俩人来了，就看他们有没有本事出来了。他们把门给踹开了。走，上去看看。把我门给我拆了啊！人呢？这还挺有意思的哈。段小姐，你现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，你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游乐场呢？我段潇潇从出生到现在，从来不缺社会资源和财富，所以我做的项目一定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。我要完成我背负的社会责任，但是具体要做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它绝对不是只以赚钱为目的的。您所说的这个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呢？社会责任有很多呀，除恶扬善，啊，教化世人，修桥铺路，济世赈灾，这都是社会责任。可是这些跟游乐场似乎没什么关系。本小姐今天跟你们俩说的已经够多的了。再多说点。我话都点到这儿了，要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啊。话说那密室黑咕隆咚响啊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那黑色给我了黑色的眼睛，我就看见了光明门框，我们俩就从里面钻出来了。哎，我说你俩真好意思啊，两个大男人跟一个小姑娘耍赖。不叫耍赖，斗智斗勇。派派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他聊了很多他的理想跟抱负，感觉上完全不是一个传统的商人，不指着项目挣钱，反而感觉他有很深的社会责任感。但是这个做派和衣服完全看不出来。那就是被人家小姑娘耍了呗，还白当了一次水泥工。哎，您别说风凉话行不行啊？您给点建设性意见，您也算为 PAG 做贡献了。我是媒介部的，可不管这事儿啊。这事儿你们得靠脑子琢磨琢磨。你不是女人吗？女人的想法都差不多。哎，我跟他可不是一类人。好了，派派，你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你们抓紧吧。好的。
哎，别走啊，你们可以接着聊。啊，不是挺愉快的吗？喂，哎，美阳，你现在说话方便吗？我健身呢，什么事儿？我有点事情想要问一下你的意见。你等一下啊。张星啊，哎，我让他过来方便吗 ？Of course。我在健身房，你过来吧，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拜拜。我觉得女孩说的挺严肃、挺认真的，不像是开玩笑啊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但是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。哎，欢欢，你是心理学博士，你帮着分析一下。哦，嗨，我只听他的片面之词，我也没法得出结论啊。不过，越是这种性格张扬不羁，然后对很多事情都满不在乎的人，他的背后一定有特别丰富的故事，有他的弱点和脆弱面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光听他的话，从他的人入手吧。谁啊？是我张彤。张彤，那么晚你怎么过来了？杨老师 ，I feel so sad. 怎么了？ I tried my best, but I only got 18. 语文真的好难啊！我还以为怎么了呢，吓我一跳。你刚从国外回来，学不好中文挺正常的呀。听说很多国外的中国孩子啊，连中文都不会说。坐，你算不错的了。真的是太恨我自己了。我一直觉得我特别聪明，一学什么都能会。可直到遇见了文言文，我才发现我真怎么背也背不住。我吃个桃子。那就慢慢来呗。勤能补拙是吗，姜老师？哟，这4个字倒学得不错。那要不这样，难得呢你那么好学，又到我这儿来了，我呢今天给你开开小灶，我帮你把试卷上的题呢一道一道的分析一遍。哎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中文比英文可有意思多了。你等着，我找本书去。Oh my god! I shot myself in the foot.
怎么样，都收拾吧。这些个方案我都看，专业，非常专业。单从游乐场的这个项目跟这个未来的规划来看，我觉得我们想不出来比他们更新奇的了。哎呀，这都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啊，咱们怎么办呀？哎，你们上次不是说那个段潇潇他不想只做一个以利益先行的项目吗？要突出那个社会责任感。但是你看这些项目，它虽然好啊，但是他们也都不符合段潇潇的这个要求。段潇潇说话你也当真，听听就行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老规矩，头脑风暴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毕竟游乐场咱们也是外行。不是，你不能这么空想。咱们现在首要弄清的是段潇潇他脑子里边到底在想什么。我尝试过，我试着从他的童年经历跟成长过程当中去着手，希望能够找到他的兴趣爱好或者是倾向性。但是在网络上面，他高中以前是完全找不到任何资料的。我们现在已知的是，他玩重机，开了密室逃脱的俱乐部，比较倾向喜欢智力的游戏，但其他的一无所获。要我就催眠他，让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什么都说出来。哎，对啊，哎，现在不是特流行那个什么那个心理测试，什么智力测试那玩意儿，咱们整一套那个心理测试给他测测，完了之后咱们来一个这个总结，完了规划一下，没准咱们就知道段潇潇他啊，爸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所以你们都认可吗？你能不能别吃了？我也不爱吃。哎，两位大叔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该说的我上次都说过了。是啊，狗是忠诚温和的动物。你看到图片的第一印象是狗，说明你的本能和你的心里想追求的生活就是稳定的。这是布克哈默尔的心理投射测验，准确率在68%以上的心理分析。与其有时间琢磨这些邪门歪道，不如赶紧把门给我装上，让我早点开门迎客。
要走啊？差不多了，张红星的事情已经圆满结束了，已经功过相抵，总部已经决定不再追究他的过失。郑海的 case 你怎么看？段正芳这个商界老不靠谱，别说是张红星了，就算是总部再派人来，我估计你们想吃下这个案子也是难的。确实是有难度。怎么，后悔了？不，这块硬骨头他必须得啃下来。他要是拿下了这个 case， 那就能证明他不仅有出众的创意策划的能力，而且有稳定的业绩。这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你就这么看好他？一切都以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为考量。那就祝你们好运喽。时间到了，我车在下面。我今天工作有点忙，就不送你了。知道啦，像我这种不受欢迎的人，无人相送，习惯了。认识这么多年，也算是朋友了，干嘛说话那么刻薄？说话不好听的是朋友，阳奉阴违的那是敌人。好啊，谢谢你的忠告，再见。再见。索菲亚，这么急着就走啊？临时决定的，怕给你们添麻烦。麻烦什么呀？都是自己人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应该很快就会回来。张彤，张彤，我说你能不能行了？你干什么？哎，我都等你15分钟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干嘛去了？不是，这个时候你不去食堂抢排骨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哎，我仔细想了好几天，总算想出一个对付姜老师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不是有句话叫知己知彼吗？我们得想办法知道姜老师的情绪动向。他要情绪不好呢，我们就小心一点；要情绪特别好，我们就可以放松一点。聪明吧？说的简单，你以为姜老师的情绪是天气预报啊？说掌握就掌握？这不就是我想的办法吗？姜老师肯定有聊天软件的，我们只要知道他账号，假装一个人加他好友，然后呢就跟他聊天，聊成朋友。哎，最好无话不说那种啊，这样我们就能预知他情绪了吗？可是据我所知，姜老师不用任何聊天软件，你啊，死心吧。哎，你回，干嘛呀？跟你说，我这主意想了好几天了，不试我不甘心啊。该试的我们都试过了，你还有什么新主意啊？哎，今天不是姜老师值班吗？我们去他宿舍谈。要去你自己去啊，我可不敢。我说你是不是男人啊？怎么胆子比老鼠还小？能不能行了你啊？我是男孩，不是男人。
牙齿发顶打底。我江郎才尽了，我一世英名都毁在这个段潇潇的手里了。走，干嘛去？修墙？不会。哎呦！觉得这样行吗？既来之则安之吧。您好，请问您知道段潇潇段总在哪儿吗？出去了。哦，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开始吧。段潇潇就是个混世大魔王，不把人整死不算。哎呀，齐了，这挺齐的。你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啊，你居然甘拜下风了？哎呀，她是个女精神病啊！第一次见着我就带人飙车，不管人喜不喜欢，真是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感觉胃酸上来了，不行，胃疼，我得歇会，缓缓。你怎么那么没用啊？还没开始呢。给我！哎，你是不知道那个记忆有多可怕。哎，你说这个段潇潇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游乐场？不会就是想整人玩吧？不会吧？我觉得就算他是，段正芳也不会由着他来的。哎呀，人家家有钱，现在把所有设计公司都整一遍了。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些设计公司没有投其所好，他们只知道他要一个游乐场，但是不晓得他究竟要一个怎么样的游乐场。哼，要是我，就把他绑了。什么？上刑，不说，殴打、老虎灯，什么都有。不怕这，我是鞭刑还有。不说一个小女子，隔墙有耳啊！不说了，反正是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两个老爷们儿不能说给这个小娘们儿。总之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至于其他的，我告诉你吧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们作为乙方的，只能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甲方的要求，其他的，只要无愧于心，就交给上天去安排。那我就祈祷上天，让他良心未泯，能够被我们感化，回头是岸，重新做人。好了，看看能不能用啊！来，真是个能手啊！怎么样？还行吧？真是个全能啊！总之，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甲方的初步要求了，剩下来的就是看他怎么回应了。又怎么了？
喝呀？我不想喝了。你能不能安慰我一下？我失恋了，失恋。我怎么安慰你呀？你个心理学博士，我一个凡夫俗子，我刚才说了那么多，你都听不进去。你们凡夫俗子都结婚有孩子了。其他东西就都不重要了，事业跟爱情也不可能兼得呀。怎么不能兼得？你找个好老公，对老公就可以兼得。那到哪儿找这种好老公去啊？你想找什么样的？我就想找一个，我喜欢那个。就是他。我们俩都没好过，他凭什么甩了我呀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我早就看出来你喜欢他。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儿。跟你说，这种人根本就摸不着他，真是看不清他想什么。我们俩挺长时间没联系了，从健身房以后就没见过。是吗？那么长时间了？嗯。我跟你说了，这种男人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送了我一奖杯嘛，我自己还挺当回事儿。哎，你说这么多年，我怎么还那么傻呀？你也从来就没聪明过。干杯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。若是问他是与非，说是与非。这戏谁不忍？你唱跑调了！我跟你不是一个八度，你就是跑调了。下一段。
我一会儿回你电话啊。虽然进度是慢了点儿，但总算有突破了，值得庆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嘛，终于征服了段潇潇。什么时候出方案啊？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，但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做这个游乐场的，所以还是需要用一些印证的方式来让这个方案更完善一点。印证的方式怎么印证？但是我们俩小孩现在在一个学校里，所以就想把这个带到学校去问一下小孩，看他们有什么反应，因为他们就是段潇潇服务的对象嘛。这个方法好，那尽快去试吧。好的。